大家好，欢迎观看三人自由行。诗经写道：汶水汤汤，行人蓬蓬，鲁道有荡，其子翱翔。这一集我们来到山东泰安的大汶口镇，游览大汶河上的全国重点保护文物明代的古石桥。这个就是这个桥呢，这个日本时候这不是有飞机给炸吗？把这个桥呢往下落了，落了以后淹没在水当中，但是它带来了飞机，炸不成了，炸不怎么真了。这把这个桥呢，桥墩往下落了。你仔细一看就看到了，它整个的这个桥墩下面都是天然的石头，就是天然的，就是这个河床吧，河床底下全部都是石头。都是石头的，说明它这个桥建了，它比较牢固，它不会越冲塌了，它不会出现那个山。你可以看。好，谢谢您哈，好，再见。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黄河的主要支流一共有13条，然而在整个山东境内，只有一条支流，那就是大汶河。别的河流都是自西向东流的，独有大汶河却是以汶水西流入黄河而闻名。20余泉入汶流，清波西去，日悠悠。平沙曲岸，参差出，黄叶青苔，次第伏。师傅，这水里边有鱼吧？有，你有大鱼吗？大鱼有，钓不到。有多少了？不多，它十来条。哎呦，天哪！没多。哎呦，真好玩！那这都是什么鱼啊？哎呦，我看一条挺大的哈。鲫鱼，全是鲫鱼是吗？全是鲫鱼。全是鲫鱼哈。全是小鲫鱼。大叔，您这个钓的最大的鱼有多重啊？在这里边？有3-4斤儿。3-4斤是吧？鲤鱼。啊，鲤鱼哈。啊，这都是野生的对吧？对。哎呀，真好！这小鱼回家一炸，或者是煮汤是吧？对。都特别好。哎呦，来了！哎呦！天哪！哎呀，太好玩了！又钓着一条。哎呀，真好！好嘞，看看那有一群鸭子。哎呀，这儿有活鱼，所以这个鸭蛋一定特别好吃。这里还有2个宝贝呢，这还有2个龙头，在这个地方。古石桥边上，山西会馆里的大叔向我们介绍了明石桥的历史。哎，对，明石桥嘛，明朝时候修的，就是咱江北最古老最大的桥了。最古老，人家是最古老，保存完整，这个现在仍然使用着。就是泰安的一个石匠，
他在这个修了这个，就是上泰山老奶奶那个盘山公路吧，现在叫，就那个台阶那不上，台阶以后完工以后，上这儿来修的这个桥的，这个人叫姜桂松，原来这个人的坟墓现在还在泰山上埋着。啊，在泰山上埋着呢。啊，他修了那个这个公路相当大了。大姐在这洗衣服呢。哎呀，这水挺清的哈，水量还很大。哎呀，我都好多年没有看到在河里洗衣服的了。我就在河里洗。是吧？啊，平常都到这儿来洗衣服哈。哎。看这个水量多大呀！从明朝到现在，这座明石桥建立了那么多年，但是依然没有因为譬如说日军的轰炸而毁损，它只是高度往下落了。就像他们说的，你看这个石头，这座石桥是建立在这个大石头的这个石块上面，所以它的这个根基很稳固，就算多大的水去冲刷的话，也不会使这个桥毁损。哎呀，古人的智慧真是让人赞叹。在明清时期，大汶河还盘活了淤塞的京杭大运河。这里就是大汶河和小清河交界处的戴春坝。我们到戴春坝博物馆了解一下这个坝的历史。白银1419年，戴春坝主要功能是引汶济运，确保京杭大运河南北贯通。大汶河是咱们泰安人民的母亲河，然后大清河是咱们东平人民的母亲河。大清河是横贯了东平的全境。这个位置是戴春坝。对。就这一个，然后它是这两个河流的一个分界处。戴春坝是一个分界线，然后这边是大汶河，这是大清河。戴春坝是修建在明永乐9年，明朝的时候，600多年的历史。然后在它的南边还有一条河，这个小汶河也是明朝的时候600多年前人工挖的，全长45公里，一直是拿到就是京杭大运河里边去了。下面这个河流就是京杭大运河。然后戴春坝的作用呢，就是拦截住这个大汶河的水，就是来将它流向这个小清河，最后流入到京杭大运河的最高处，就是济宁南望镇。因为这个南望是京杭大运河的一个最高点。是高出了江淮水面是34米。对，所以说如果没有戴春坝的话，这两条河流大汶河的水就是直接流下去的，直接流入到东平湖里边了。那么有了戴春坝之后，又挖了这条小汶河，也就是说将这个大汶河的水位是抬高了8到10米。然后再有一点就是戴春坝的地势又是比那个济宁就南望那边是高出了13米。当时就是利用这种地势落差来将汶河水流入到小汶河，补充到了京杭大运河里面。所以说就是引汶济运。明白了，明白了。差不多就这样。明白了，好，谢谢你，太感谢了。现在我们看到的面前的这个景色呢，就是大清河的景色。因为现在是大清河的枯水期，所以这里的水量非常的小。所谓
黄河每个支流的流域都是早期人类文化遗址的发现地。大汶河在5000年前流淌出了原始人类的大汶口文化。这就是大汶口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大汶口遗址公园，我们遇见了一位博学多才的工作人员，他向我们介绍了为什么大汶口文化会从母系向父系社会转变。这个地方原先河南岸和河北岸是连接的，这是古人任何的一个遗址，它都不在这个古河道的河道区，不在主干道上，主河道上，而是都在溪流上。我们现在这样从这样一个看，就是说泰山和宜山，形成了这样一个 C 啊，这个地方就是应该在 C 位，而加上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有这个石岩，下面有岩，上面呢还不是盐碱地，就特别适合在这里生产的人，他就高大，然后他的智力呢发展也快，因为用陶器了，陶器开始煮食了以后，形成这个谷物的那些蛋白质或者说是糖类转化成这个氨基酸小分子，然后它特别容易吸收啊，这种吸收的好了以后，这个体质、抗病能力整个一个情况都好。也就是这里的人的繁殖能力也比较强，还加上这什么呢？这是一个5条汶河啊，好几条汶河这个在这里的一个聚集，就是这里形成一个那个流动人口的一个聚集区。这种流动人口呢，以这个男性为主的这种情况，逐渐形成了这种。这里呢还有什么呢？就是饲养，对猪的饲养。就像现在有一些部落啊，现在部落是男人为主，第二地位是猪，第三是女人。就刚才那个这位专家说的，对，女人不如猪。不是的，它是在特定的阶段。对。现在就是在那个时候上，女人还是很主要的。它这个主要的什么的时候，咱看到那个发掘的时候啊，有一些大的墓葬，它的墓葬呢，女人陪送的很多，但是这个男人还不多。那时候是说明是一个还是母系啊，还是父系啊？对，不是的，那不是那个意思。因为主要说的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时候崇尚的是更多的什么呢？就是你的繁殖力，生育能力，就是在那时候生育能力，你的子孙很多呢，这是就是说你的级别或者什么是最高的，是因为那时候有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自己的祖宗啊，自己的什么，自己的先人，他有了这种概念。谢谢您。行，那谢谢您哈。您这一说，我们进去理解就很深了，转一圈。好，谢谢啊。告别了大汶河，我们前往东平县，游览黄河下游仅有的一个天然湖泊——水泊梁山的东平湖。蒹葭采采，白露为衣。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粗且幽，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池。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请关注、订阅、留言、转发，支持我们呀！